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恰好是正月15，所以呢，我首先要祝福各位朋友元宵节快乐，祝大家今后的日子就像元宵一样圆圆满满、甜甜蜜蜜。突然想起一首诗送给大家，这首诗的名字就叫《正月15夜》。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这首诗的后两句听起来是不是还是颇有味道的？必须要有味道，因为这首诗的作者就是苏味道。这首诗也是描写正月15长安上元节的盛况的。元宵节古代就叫上元节，据说上元节是上元天帝的诞辰日，后来渐渐的呢，上元天帝是谁就没人记得了，但那天吃的元宵还是保留了下来。就好像我们现在开的生日 party， 蛋糕很好吃，但谁的生日不记得了。苏味道是武则天时期的宰相，他做了7年的宰相，在这7年里可以说是没干什么正事。有一句成语叫模棱两可，就是形容这位相公的。不过苏味道的诗文，特别是五律，写得非常的好，他的这个优秀的文学基因倒是遗传了下来。后来他被贬搬到了眉山，在那里繁衍生息，他的后世子孙中就出了千古第一人苏轼、苏东坡。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今天我的声音呢可能跟以往不太一样。前2天呢偶感风寒，得了一次小感冒，现在呢嗓子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呢声音呢可能有点差强人意，就请大家多多担待。按我们家的黄历记载啊，正月15元宵夜一聊八卦，所以呢今天咱们就要聊点轻松的话题，聊聊南宋期间的八卦。大家知道南宋初期的中兴四将，指的就是岳飞、韩世忠、刘光世以及张俊。张俊就不用说了，现在还在岳王庙前跪着呢。刘光世呢，感觉上就像是充数的，他一向作战是畏敌如虎，而且屡战屡败。他能名列中兴四将之一，有可能是跑男赵构对奔跑能力强的人特别仰慕。当年让刘光世守扬州的时候，金兵还没来，刘光世先跑了，害得赵构正在造人的时候，金兵杀来，最后使得他再也不能造人了，只能造孽。中兴四将中抗金的意愿最强烈的，其实就是岳飞和韩世忠。关于岳飞大家了解的比较多，而关于韩世忠呢，知道的可能就不太多了。大家所知道的可能就是黄天荡之战，还有他的夫人梁红玉击鼓战金山。对历史有更多了解的朋友，可能还会知道莫须有这个成语就与韩世忠有关，是当年秦桧将岳飞关进大牢，要给其定罪的时候，韩世忠跑过去质问秦桧，到底要以什么样的罪名治岳飞的罪。秦桧说，非之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关于莫须有这3个字呢，后世的学者们有很多的解释。有人认为他的意思是难道没有吗？还有的人说是没必要有。那么到底应该是什么意思，只能是人智互见了。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也不是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而是这个故事到底有没有。韩世忠真的曾经去质问过秦桧吗？同为抗金的名将，韩世忠与岳飞2个人的关系怎么样？岳飞遇害的时候，韩世忠到底有没有出手相助？韩世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韩世忠比岳飞大14岁，2个人出身相同，都是农民出身。不过韩世忠呢是贫苦农民出身，而岳飞呢，虽然我们的教科书中经常是出于某种需要将岳飞说成是贫苦农民出身，但从史料上来看，岳飞家应该没有那么穷，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富裕的农民。岳飞的父亲叫岳和，史料中记载他经常接济邻居，而且他的脾气特别好，别人侵占了他的耕田，他也不计较。他能接济别人，说明家中还是有余粮的。别人侵占他的耕地，也说明他是有地的。岳飞从小就学得了文武双全，虽然说在文上不能说是出类拔萃，但至少是在水准线以上。武就不用说了。古时候人们说穷文富武，习武的开销是比较大的，不是什么家庭都能承受得起的。所以啊，从种种迹象来看，岳飞家并不穷。如果是定成分的话，富农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岳飞也没有自由丧父，岳和一直活得好好的。岳飞总共有3次从军，第2次从军时中途放弃，就是因为要回家为他的父亲守孝3年。那时候岳和才去世。岳飞的母亲姚氏
就是我们经常提的岳母。说到岳母，大家一定会想到岳母刺字。实际上，岳母刺字这故事呢，在宋朝时期是没有的，一直到了清朝，清朝人钱彩写了一本书叫《说岳全传》，里面才有了岳母刺字的故事。不过根据宋史记载，岳飞的后背上倒确实刺了4个字，但并不是精忠报国，而是尽忠报国。据宋史何注传记载，何注是岳飞被冤入狱以后的第一个主审官。当何注审讯岳飞的时候，岳飞撕开上衣，露出了背脊上纹的4个字：尽忠报国。而精忠报国这4个字呢，出于赵构的手笔，是赵构赐予岳飞的一个手书，后来就印在了岳家军的军旗之上。所以说岳飞背上确实印有4字，但这4个字并不是岳母所赐。岳母刺字只是小说中的演绎，而很可能是岳飞找刺青的师傅刺的。如果非要说这4个字是岳母所刺的话，那只能说岳飞找的这个刺青的师傅是他的本家，叫岳母。就好像您去饭馆点菜，点了一个鱼柳炒青菜，结果就上了一盘青菜，你问服务员鱼柳呢？服务员说没有鱼柳。那为什么叫鱼柳炒青菜呢？服务员说我们的炒菜师傅叫鱼柳。说到这刺青呢，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自古有之，不过最早呢是一种刑罚。比如说周朝时期的五刑，五刑之一就是墨刑。所谓墨刑，就是在身体上刺字，然后涂上墨汁。我不知道抹黑这2个字呢是不是由此而来。再后来，儒家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损害，孝之始也。既然提到了肤，那自然也是不允许刺青的。当然了，这只是中原人的习俗。据庄子记载，曾经有一个宋国的商人想开拓一片新市场，他想做百越人的生意，特意戴了一些当时在宋国非常流行的帽子。可是到了百越国才发现，那里的人断发纹身，他们把头发都剪掉了。宋国人的帽子自然是卖不出去。在当时中原人的眼里，纹身还是一种野蛮的标志。到了唐朝，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知道，唐朝时期文化多元，思想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开放，人们也比较追求个性的彰显，所以纹身刺青也就变得慢慢的流行起来。大家知道上官婉儿，她的额头正中有一块伤疤，后来他就让人改刺成了一朵梅花，这就是后来梅花桩的起源。唐朝时期男子女子都刺青，不过女子呢大部分就是刺个花什么的，男子刺的则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唐朝时期的人们还比较热衷于文化，喜欢诗词，所以很多人把当时有名的诗人的诗作就刺在了自己的身上，似乎就是想告诉别人，看我多有文化。很多人刺了王维的诗，不过刺的最多的还不是王维，是白居易的诗。白居易在唐朝时期的名气，按现在来说完全是顶流的水准。到了宋朝时期，纹身还是很流行，《水浒传》中的浪子燕青就有一身漂亮的纹身。宋朝时期还有一个锦体社，进入这个社团的全部都是纹身的爱好者。碰到节庆日的时候，解体社的成员们还上街游行，不知道的还以为黑社会上街集会呢。所以说呀，不能看到有纹身就说这个人是混社会的，就像不是所有又有车长得又帅的男人都是女人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有可能那就是一副中国象棋。韩世忠身上虽然没有纹身，但他最早可真是混社会的。不过在这点上他还真的比不上张俊。张俊人家可是科班出身，正儿八经的盗贼。说起来，这中兴四将中出身最好的应该还是刘光世。刘光世的父亲哥哥都是将军，他可谓是将门庶子。韩世忠从小就好勇斗狠，加上他身材魁梧高大，所以打架在当地是出了名了。后来有人就劝他说，你这本事应该去从军，去当兵的。就这样，韩世忠就入伍，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在黄天荡大战之前，韩世忠的军旅生涯有2大闪光点，一个是他生擒了方腊，再一个就是毛刘兵变中他护驾有功，救了赵构的命。说起来也巧了，韩世忠曾经镇压了所谓的农民起义方腊起义，而岳飞呢也曾经镇压过农民起义，就是在洞庭湖地区的中向杨妖起义。
在这里呢，多说一句，在我们以前的教科书中，一提到中象杨妖起义，都说那是一个具有革命先进性的农民起义，提出了什么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中象杨妖是这支起义军的先后2位领导者，他们所谓的等贵贱均贫富，是先将自己大富大贵以后，再让的其他人去等贵贱均贫富。这些所谓的农民起义军的领导者，不仅抢占了大批的民女，而且还掠夺了大量的民间财富。最可恨的是，他们还与当时的金人和刘裕的伪楚政权相互勾结，准备南北夹攻，灭掉南宋。就这样一些货色，到了后世却因为某种政治需要而被标榜成了英雄，这真的是让人恨不得就像辛弃疾那样将栏杆拍断。当时平定中象杨妖起义的时候，岳飞还是一名副帅，当时的主帅就是盗匪世家子弟张俊。提起韩世忠呢，就不得不提黄天荡之战。黄天荡之战是发生在建炎3年，建炎3年正是赵构跑得最happy的时候，被金兵追的是好不快活。金人这个南下抢劫集团到了江南以后是大肆掳掠，抢得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在他们回来的路上，在长江水路上就遇到了韩世忠。当时韩世忠所部是8000人，而金人呢，据宋史说是10万。10万可能有点夸张，但按照当时金人的作战部队和府兵，就是后勤部队的兵种比例来说的话，作战人员应该占总兵力的30%，那也就是说差不多有3万人马，3万金兵，在当时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其战斗力也是非常恐怖的。如果放在陆地上，韩世忠这8000人肯定不是几万金兵的对手，但这是在水路上。当时金人所用的船只不过是从民间掳掠来的一些小船，而韩世忠的水军则是正经的水师，双方一交手，金兵损失惨重。这样韩世忠就把几万精兵堵在了黄天荡这个地方。当时金军的统帅就是我们以前提到的完颜宗弼，也就是完颜乌珠。有的朋友可能会问，怎么还有2个名啊？完颜宗弼，完颜是他的姓，宗弼是他的汉名，而乌珠则是他的女真名。完颜乌珠当时派使者与韩世忠交涉，希望韩世忠能够放过他，他愿意抢得的财物来做买路财，但遭到了韩世忠的严词拒绝。到此为止，黄天荡之战是宋军胜，8000宋军挡住了几万的金兵。据宋史记载，总共挡了48天。后来完颜乌珠悬赏，希望找人能够帮他们脱困。最后呢，有一位汉人为完颜乌珠出了一个主意，让他挖通以前的旧河道，这样就可以绕过黄天荡。完颜乌珠命令手下大军用了1日1夜的时间挖通了旧河道，这样就绕到了韩世忠防线的北边。后来完颜乌珠又联合另外2支金兵的生力军，回头杀向了韩世忠所部。这一仗韩世忠输了，而且输得还非常惨。所以黄天荡之战可以说是先赢后输，但仍然有人将此战称为黄天荡大捷。我想这可能是从战略意义上来考虑，因为黄天荡之战以后，金乌珠再也不敢从水路进攻南宋，而此战也打破了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让跑南赵构也有了喘息之机，这样他最终才可以建都临安府，从此偏安东南。这场战斗的功臣除了韩世忠以外，还有他的夫人梁红玉，就是大家熟悉的梁红玉击鼓战金山。不过可能并不像通常所说的当时是夫妻同心。战后梁红玉居然把韩世忠给告，说韩世忠失机纵敌。当然了，这也可能是夫妻之间的一种默契。梁红玉这叫以退为进。不管怎样，战后高宗赵构对韩世忠和梁红玉2人都给予了嘉奖。梁红玉是在绍兴5年的时候，在与韩世忠一起与金兵交战的时候受伤，后来战死了，他的头还被金人割去腰伤，他的尸体也被金人拖到街上示众。但后来金人还是将尸体还给了韩世忠。16年以后，也就是绍兴21年，韩世忠去世，与梁红玉合葬。梁红玉以前我们讲过，他本是一名营妓，说起来呢也很有意思。韩世忠一生中总共有4位夫人，而其中的3位
都是昌门出身。韩世忠的第一位夫人白氏，那是正经人家的女人。第二任夫人就是梁红玉，梁红玉以后是毛氏夫人，再以后是周氏夫人，这三位都是出自于昌门。毛氏夫人以前叫吕小小，是杭州的一名名妓，当时是犯了点事儿，被关入了大牢，托人就求到了韩世忠那里。韩世忠就与当时的地方官戴至洪顺喜商量。洪顺喜也是在《宋史》中有传的人物，在酒席宴上，韩世忠就对胡代志说我有点小事请您帮忙，如果您答应的话，这杯我全干了。然后韩世忠就提到了吕小小的事情，洪顺喜也很给他面子，本来吕小小也不是什么多大的罪过，所以就把吕小小放了。吕小小就这样进了韩世忠的家门，改姓为毛。这段记载呢是出自胡顺深的《避乱录》，胡顺深就是胡顺喜的弟弟，所以说所记应该是比较靠谱的。韩世忠的这四位夫人虽然都是昌门出身，但韩世忠一直也没有嫌弃他们。这四个人最后都成了韩世忠的嫡夫人，也都受到了皇家的诰命，而且他也不是一个始乱终弃之人，这可能也是他比较真实的一面。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韩世忠后来虽然身居高位，但是仍然没有改变他粗豪的那一面。他并没有想找一个名门闺秀来光耀一下他们韩府的门庭，而还是想遵从于自己的内心。他还是觉得自己跟青楼女子比较聊得来，这一点呢就和岳飞不太一样。岳飞平时的时候经常愿意跟自己营中的那些儒士们谈天说地，谈谈诗文，也谈谈经典子集。大家知道岳飞写过《满江红》，当然了，在这点上有很多的争议，有很多人认为《满江红》并不是岳飞写的，这个呢有机会咱们再聊。除了《满江红》这样气壮山河的诗篇以外，岳飞还写了一些有文艺小清新气质的诗文。比如说他写过这样的诗句：潭水寒生月，松风夜待秋，听起来还是颇有些韵味的。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岳飞的形象都是那种高大上，但真实的岳飞可能并不是这样，或者说不仅仅是这样。真实的岳飞在性格上有一个特点，恐怕大家绝对想不到，那就是他比较爱哭。没错，岳飞是一个爱哭鬼，他忧国忧民的时候会暗自的流泪，在慷慨陈词的做战前动员的时候，有时候也经常是声泪俱下。但此时他的眼泪并不代表他的软弱，而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性情中人。他的眼泪也不会让他的士兵们觉得悲伤难过，而只是会激发他们同仇敌忾的热血和豪情。也只有这样真实的岳飞，才能最终铸造出那个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岳家军，那个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仁义之士。真实的岳飞也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大英雄的，他也曾经动摇过。在他第二次从军回家以后，那时候正赶上金兵掳掠开封，岳飞的家乡也并不安宁。这时候岳飞的父亲刚刚去世，所以岳飞就不想再从军了，他想在家里好好的看护他的母亲、他的老婆还有他的儿子。但他的母亲姚氏觉得此时正是像岳飞这样的人为国效力的时候，所以呢屡次催促岳飞离开家去从征入伍。岳飞拒绝了很多次，赖在家里不肯走，最后还是被姚氏赶出了家门。史书记载说姚氏屡去之，就是多次轰他走。没有人生来注定就是英雄的，他总要有一个养成的过程。我觉得聊聊岳飞这些真实的一面，并不会影响岳飞的英雄形象，反而真实的东西会让我们觉得更加的可信。他不像那些庙中泥塑的金胎，让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及。其实岳飞的担心也并不是多余的。他离家之后不久，他的妻子刘氏就离开了家门，离开了岳母，也离开了他的两个儿子岳云、岳雷，独自一人改嫁去了。说来也巧，刘氏后来又再次改嫁，嫁给了一个军队中的低级军官，而这支军队恰好就在韩世忠的麾下。韩世忠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他就派人写信给岳飞，告诉他，你的结发妻子现在在我的军中，嫁给了我军中的一名小校，你想怎么办？哥帮你。岳飞不想难为刘氏和他现任的丈夫，就让人带去了500贯钱给刘氏，让他能够贴补家用。当时在南宋期间，2-3贯钱足以让一家3口消费1个月，500贯钱那可是一笔巨款。这事儿本来也就这么完了，
但没想到韩世忠有点大嘴巴，他可能是有口无心的，将这事儿又禀告给了高宗赵构。岳飞知道以后，马上就上了一道奏折，详细说明了刘氏当年是怎样离开她的婆婆和她的2个儿子而私自改嫁的。岳飞在奏折中也说，他对刘氏的这种行为极恨之。他之所以要向皇帝说清这件事情，就是为了防止别人说他有弃妻之谤。在中兴四将中，岳飞是年纪最轻，军功最大，官职提升的速度也是最快的。所以呢，岳飞也非常重视与军中的这几位大佬，比如说张俊呀、韩世忠啊，保持一种比较良好的关系。岳飞的情商是非常高的。当年岳飞平定了中相杨妖起义以后，俘虏了大量的楼船，岳飞还特意将其中的2艘楼船留下来，分别送给了张俊和韩世忠。现在有些人认为岳飞骄傲跋扈张扬，所以引起了那些军中大佬们的妒恨和高宗赵构的戒备，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有人之所以这样认为，不过就是想为高宗赵构和秦桧杀死岳飞找一个合适的理由，总是想办法要证明岳飞是该杀的。所以有些人会怀疑岳飞根本就没有取得过那么大的功绩，根本就没有什么郾城大捷、颍昌大捷，岳飞不过是打了一些小仗而已。这也难怪，因为在史料中确实找不到这方面的明确记载。不光是我们现在找不到，淳熙年间，宋孝宗在给岳飞平反以后，在给岳飞议定谥号的时候，虽然在朝的文武大臣都认为中兴四将中岳飞军功居于第一，这点是毫无质疑的，但国史密内无所考证，就是说在南宋的官修史书中找不到任何有关岳飞军功的记载。这些资料都去了哪儿了？那就要问问秦桧了。秦桧为相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史，说是修史，实际上就是修改和删减。当时一切与岳飞军功有关的奏章、诏书都被他的门生沈该以及他的那个便宜儿子秦喜所控制的史馆所删减或销毁。秦桧对岳飞近讳到了一种程度，甚至以前的岳州和岳阳军都改名为淳州和淳阳军。秦桧当年销毁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也是造成后来关于岳飞的评价问题上两极分化的原因。在南宋早期的将领中，韩世忠与岳飞的关系并不像影视剧中表现的那样好。韩世忠的资历更久，与高宗赵构的关系也更加的亲密，而且韩世忠与中兴四将中的张俊二人呢是儿女亲家，而且是双重的儿女亲家。也就是说，韩世忠的儿子娶了张俊的女儿，张俊的儿子也娶了韩世忠的女儿。当然了，这些不过是一些政治婚姻，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说明韩世忠与张俊的关系有多么的亲密。虽然岳飞与韩世忠的关系并没有如何的亲密，但两人在对金作战的立场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在这点上，说他们二人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其实并不为过。这恐怕也就是为什么秦桧也很想除掉韩世忠。岳飞被汪入狱的时间大概是在绍兴11年的10月份，而在之前的半年，秦桧就已经向韩世忠下手了。当时中兴四将都已经交出了兵权，分别被任命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秦桧和赵构仍然对他们不放心，所以秦桧首先发动了对韩世忠的调查和诬陷，所用的手段跟后来诬陷岳飞的手段几乎是完全一致。诬陷岳飞的时候，秦桧是派人买通了岳飞部下的一个叫王俊的小人，让他诬陷岳飞意图谋反。而诬陷韩世忠也是买通了韩的一个下属，诬告韩世忠谋反。当时赵构就派出了一个调查组来调查韩世忠一案，调查组的2位成员分别就是张俊和岳飞。赵构和秦桧这样做，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个目的，就是刻意制造这几名大将之间的矛盾。此时的张俊已经完全依附于秦桧，他就准备顺着秦桧的意思来诬陷韩世忠，而岳飞并不想这样做。他认为如果韩世忠被搞掉的话，会严重削弱南宋的国防力量。在岳飞得知有人要告韩世忠谋反的时候，他还特意派人通知韩世忠，让他早做准备。韩世忠得知此事以后，马上星夜兼程赶到了临安，面见了高宗赵构。当时韩世忠脱下自己的上衣，露出背上满布的伤痕，同时伸出了自己的双手给高宗赵构看。韩世忠的食指中
仅剩4指，他失去的6指和身上遍布的伤痕，那些都是韩世忠这些年的征战留下的。韩世忠的功劳确实是靠他一刀一枪打出来的。赵构看了也颇受感动，也想起了当年苗刘兵变的时候，是韩世忠拼了命才保得了赵构的一条命，才有了赵构的今天。所以在最后，韩世忠同意捐出大批的钱粮于国库，并主动解除全部兵权以后，赵构就放过了韩世忠。秦桧没有办了韩世忠，他将此次的失败迁怒于岳飞的通风报信，所以在后来又收到金兀术让他必杀非史可和的信件以后，更加决意要杀死岳飞。再后来就有了莫须有的那个故事，说韩世忠去质问秦桧为什么要杀了岳飞，有什么罪名。秦桧说莫须有。韩世忠很气愤，大声地说莫须有3字，何以服天下。这个故事的记载是出自于《宋史》，《宋史》是24史之一，是正史，所以很多人都采信了这种说法。《宋史》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载是出自于韩世忠的神道碑，准确的说是出自于淳熙3年，也就是宋孝宗时期所立的神道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明确一下呢？那是因为韩世忠总共有2块神道碑。韩世忠去世是在绍兴21年，所以那时候就有1块神道碑。那么在那块神道碑上有没有关于莫须有的记载呢？只字未提，而且我们却发现了与莫须有的意思完全相反的记载。其中提到故岳飞范琼辈皆以跋扈次子，为公进而许国，仗一剑，堪除大汉，为社稷之臣。所以很明显，在这份墓志铭中，将韩世忠与岳飞放在了对立的两方。韩世忠是忠于皇帝的，是被皇帝所倚重的，而岳飞呢，则是与公认的反复无常又骄傲跋扈的范琼一样，是理应被处死的。所以2块墓碑记录的是韩世忠的2个完全不同的立场。按淳熙年间的那块最新的墓碑，韩世忠是为岳飞鸣冤的，是与岳飞站在一起的，而绍兴年间最早的墓碑，韩世忠则是与岳飞对立的。那么到底哪个说的是真实的韩世忠？咱们先来说说韩世忠为什么会有第2块墓碑。那是因为在淳熙3年的时候，那一年韩世忠的最后一位夫人齐国夫人周氏去世。周氏去世以后，自然要与韩世忠合葬，所以呢，当时周氏与韩世忠所生之子韩彦古就借机向宋孝宗申请，能够为他的父亲韩世忠重新立一块墓碑，自然也要重写碑文。按古时的惯例，通常会找一个地位尊崇又文笔很好的人为他们代写碑文，但碑文的素材以及碑文所要表达的内容，全部是由死者家属来负责提供的。当然了，这些内容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其中自然大部分是褒扬之词。当时韩彦古是请朝中的一名叫赵雄的大臣撰写的墓志铭，这份墓志铭中就包含了莫须有的故事。宋孝宗也看过了这份碑文，觉得不错，于是特别命令当时朝中公认的书法大家周必大负责书写。周必大看罢碑文以后，就推脱说自己的字写的不太工整，这事儿还是另找他人吧。但宋孝宗还是非常坚持，下旨让朱必大一定要做这件事。最后周无奈书写下了这篇碑文。那么韩彦古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气力重新书写碑文呢？其实很简单，淳熙年间的时候，岳飞已经被平反，是上下公认的抗金英雄。那在碑文中与岳飞对立的韩世忠就成神了。而韩彦古与其他的韩氏子弟都是靠着韩世忠的荫庇才能有现在的荣华富贵的。如果韩世忠这杆大旗倒了，他们的好日子恐怕也就到头了。而宋孝宗为什么极力推动这件事情呢？那其实更简单。宋孝宗毕竟是宋高宗赵构的继子，他对高宗赵构一直是心怀感激，而且他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也是来自于高宗赵构，所以赵构这杆大旗对于宋孝宗来说也是不能倒的。韩家新写的这篇碑文，在赞美韩世忠的同时，也将杀死岳飞的全部罪过推到了秦桧的身上，这也正是宋孝宗所乐见的。所以宋孝宗与韩家人可谓是各取所需。
即使周必大这样人品比较端正的大臣本来不愿做这件事情，到后来也只有屈从于圣意了。顺便说一下，主动提出为韩世忠重写碑文的韩世忠的儿子韩彦古是韩世忠最小的儿子。韩世忠总共有4个儿子，其中人品最端正的就是他的长子韩彦直。韩彦直是韩世忠与梁红玉所生之子，而人品最差的就是这位韩彦古。史书上有很多关于他行贿的记载。而当年为韩世忠书写第1块墓碑的孙迪，则是一名公认毫无操守的人，他也是如假包换的投降派。当年高宗写给金人的降表就是由他来起草的。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会有第2份墓志铭，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韩世忠到底有没有去质问过秦桧？因为虽然最早的陈道碑中没有记载这件事，但也不能排除韩世忠确实做过这件事情，但他的后人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不敢将这件事情写在墓碑之中。而等到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岳飞已经被平反，韩世忠的后人们才重提旧事，将这件能为他的老爸增光的事情重新写入了墓志铭中。那么到底韩世忠有没有为岳飞抱不平呢？莫须有，到底有没有呢？著名的宋史学家李玉民先生对此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他认为韩世忠并没有这样做，这件事情完全是韩世忠的后人或者是那个赵雄一起编造出来的，莫须有的故事并没有真正的发生过。李先生列举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韩世忠敢不敢为岳飞出头？刚才我们说到了，在岳飞被查的半年之前，韩世忠也被查过。如果不是他与赵构以前的关系，加之他的这一番哭诉的话，恐怕他也难以脱困。那时候韩世忠主动辞职以后，据史料记载，一直是闭门谢客，绝口不论兵，凡部属相见，皆莫能见。由此可见，韩世忠那时候非常的戒备，生怕与军队再产生任何的联系。他这种时候，在这种的心态下，他敢为岳飞出头吗？第二，如果韩世忠真的要为岳飞出头的话，那么他会去找谁？找秦桧还是找赵构？赵构至少在韩世忠看来是掌握着最终决定权的那一位，而他与韩世忠的关系要亲密得多。所以如果韩世忠要为岳飞鸣不平的话，那么他更有可能的是去找赵构，而不是秦桧。第三，岳飞死了以后，朝中上下有不少人对此提出异议，包括当时宋朝的一些皇室成员。当时秦桧的做法就是对这些提出异议的人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连皇室人员也没有放过。那么如果韩世忠真的站出来为岳飞鸣冤的话，韩世忠为什么没有受到任何来自秦桧的刁难和报复呢？第四，就是秦桧的回答。面对韩世忠的发问，秦桧会回答莫须有吗？岳飞并不是没有被定下罪名的，岳飞的罪名是指斥称语以及抗拒诏命，这2项都是死罪。但韩世忠并没有问关于这2项指控是否属实，而是问关于岳云、张宪一事。而这件事情，岳飞并不是主犯，是用来定岳云和张宪的罪名的。那么韩世忠为什么不问岳飞的罪，而去问岳云与张宪的罪呢？关于莫须有这个故事是否真的存在，在史学界是有着分歧的。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些，不过是给大家多开一个视角。我觉得不管有没有这件事情，都不会抹杀韩世忠作为抗金将领的功勋。墓志铭的反复，那是韩世忠后人所做的事情，与韩世忠无关。对于一生戎马、一身伤痕、十指残缺的韩世忠来说，哪怕他最后没有为岳飞站出来，我们又怎么能责备他呢？英雄也会有迟暮的时候，但英雄还是英雄。要怪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怪赵构、秦桧他们这些人？是他们让一个曾经横刀立马的猛将，变成了一个手捧佛经、借酒浇愁的清凉居士。但奇怪的是，现在却有很多人费力的在为赵构、为秦桧洗白，让他们的所作所为尽量的合理化。这或许是因为有些人可能永远无法相信，不相信一个人会变得罪无可恕，比如秦桧。不相信一个人会自私到这种程度，会蠢到这种程度，特别是当这些人曾经大权在握的时候。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